为了保护怀孕的女友，我打伤了欺负她的男人后被抓了起来。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打架斗殴，做个笔录就放了，没想到民警却告诉我，把对方的一颗肾给打爆了。他家里人要求赔偿3000块钱，要么就起诉让我坐几年牢。93年的时候，2块钱能买一只老母鸡，3000块就是1500只。我爸去世的早，我妈也改嫁了，就是因为没人管我，我才成了街溜子，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对方说没钱免谈，最后没有意外，我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4年。坐牢的头2个月，女友青次偶尔会来看看我，后来她有段日子没来，再来的时候气色很差，肚子也小了。然后我才知道，她家里人发现她怀孕的事，逼着去做了流产。这趟她来见我是瞒着家里偷跑出来的，就为了和我说对不起。我悔啊，我打自己巴掌，我骂自己混蛋。如果我那晚只是点到为止，自己就不坐牢，青次也不会被家里带去流产。后面青次对我说，她会等我出来时，我贴着玻璃疙瘩等。我在心里发誓，将来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，却不知道将来2字难在。4年后我刑满释放，出狱后我找了份餐馆洗盘子的工，再把自己打理得干净一些，用在牢里护纸盒的收入买了1箱礼品带去青次家里。当时青次给我开门，他满脸的高兴。他爸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扭头问了句谁来了，看见是我就冷一声继续看电视。他妈从厨房出来好奇是谁，看见是我转身就回厨房，我低着头很羞愧。青次跟我说他们只是在忙，先进来吧。然后从我手里接过见面礼放到茶几上，最后把我往沙发上领。青次刚想和他爸说一句话，他爸就拿遥控器关掉电视。晚饭不用叫我了。说完就回房间了。来之前我就想过他爸会不待见我，只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。一想到他爸因为我不吃晚饭，我就坐立难安。想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决定离开。我起身，我可能来的不是时候，我下次再来。青次也没办法，我送你吧。话刚说完，青次他妈从出来。你要走了，那就不留你了。青瓷过来，帮我搭把手。我知道他妈的意思是让他留下，青瓷只能点头。最后我出门往自己40平的出租屋走，那时候路灯少，隔几十米才有一个我的视野时明时暗，前路如何摸不清。洗盘子的工作挣不到什么钱，还很枯燥乏味，要放在4年前，这样重复且枯燥的生活，我想都不敢想。可放到现在，我居然很习惯，大约是在那里待久了，性子也磨平了。20多天后，我领到了第1个月的工钱，只有400块。我去农贸市场买了2只3黄鸡和1盒茶叶，准备第2次去青瓷家。刚走到青瓷家楼下的时候，看见卖橘子的小车，就又称了2斤橘子，终于是显得手上沉甸甸的。上楼梯时，我怕又像上次一样影响青瓷他爸吃饭，便准备送完礼就走。青瓷在门口笑脸嘻嘻地迎接我。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这鸡还有茶叶是给叔叔阿姨买的，这些都给我，我拿着吧。这2只鸡是活的，一会儿挠到你。青瓷接过我右手的东西，样样的在茶几上，然后把我左手的2只鸡送进厨房。紧接着我就听见他和他妈聊了几句。哟，2只鸡呢？是啊，母鸡能下蛋不？能吧。咱先养着，到过年了，要是都不下蛋，咱喝鸡汤。我听着他们母女的谈话，感觉这次他妈妈心情不算太差，可毕竟是第2次上门，不敢待太久，生怕叔叔又因为我跑房间去。于是我说：“叔叔，那我走了。”青瓷他爸皱眉看我，好像在打量我。这就走啊？我苦笑。那个今天东西买多了，就给您送点来，送完了我先走了。说着，我转身出去把门带上，才下到2楼的时候，听见青瓷追了出来。我停下步子，听着青瓷的脚步越来越近。等他走到我面前时，手里拿了个红色的塑料袋子，他从袋子里拿了一副手套出来。这么冷的天，你们那洗盘子还是冷水？你别傻傻的就戴个塑胶手套，你可以在塑胶手套里再套一层毛线手套，这样洗盘子手不冷。本来还给你织了围巾的，还没织好，等织好了我给你送过去。我那时候眼睛一下就红，这么好的女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第2个。可能是这段时间太憋屈了，我有点控制不了情，一下就哭了。青瓷站在比我高1级的台阶上，把我抱在怀里，哄小孩一样的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做得很棒，你都没看到我妈今天脸色可好了。刚才出门的时候，我爸都不拦着我，他们是给你机会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更憋屈了，在青瓷怀里大哭。我哭够了，重新站好，跟他说：“那我下次再来。”好，下次来不用带那么多东西，人来了就行。之后我下楼出了巷子，这次回家的路总感觉比上次要亮一点，而且我戴着手套，手一点也不冷。后面我去青瓷家的频率比较高，隔3差5就会去一趟，但去的时候不带礼物，只带些灯泡水管。青瓷来餐馆看我的时候，偶尔会和我提起家里哪里的灯不亮了，水管有点漏水，床板也吱嘎响。我会修，就想趁休息的时候去他家修一修。青瓷他妈妈是全职主妇，平时都待在家里，他爸是国营机械厂的熟练工。我去的时候，他都在厂里上班，时间上正好能错开。也许是我常来修东西，青瓷妈妈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。这次下午来他家修水管，刚换完新，他妈妈就拿了条热毛巾给我擦脸擦手。哎呀，徐毅辛苦了，平时我叫你叔叔来修，他总要拖好久，这下都让你修好了。午餐馆没人吃饭，盘子都洗完了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他妈妈看着我，哎呦了一声。挺好的，一海，青瓷都跟我说了，你当初跟人打架是因为那人欺负青瓷，你是帮青瓷出头，你骨子里是个好孩子。我很羞愧，打我15岁起就没人管过我，我成天混迹街头巷尾，没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家长口中的好孩子。这时客厅的门锁开了，然后听见青瓷他爸的声音：“
孩儿他妈发年货了。说着，就看见青瓷他爸手里领着大米油腊肉喜糖往里走，我俩正好打了个照面。他爸问我你怎么在这？我忽然哑巴了，说不出话来。我一直很怕他爸，总觉得天下没有一个男孩子在结婚前不怕女朋友他爸的。后面是青瓷妈妈出来打圆场，人家这段时间都会趁着下午休息来帮咱家做事，你以为那些坏掉的灯、家具、水管都是自己好的？你平时一回家就看电视，家务你从来不，还不都是人家徐艺做的？听了这话，青瓷爸爸的眉头又皱紧了一点，开始在我身上打量。我觉得不自在，就找借口说那个可能又有盘子了，我回去上班了。说完就要走，青瓷他爸叫住我，哎，我吓得僵在原地。谁知道他下一句居然是下班来家里吃饭。我单位发了蜡烛蛇。那一刻我先是紧张，然后是惊讶，反应过来后就成了开心，在后面莫名有些想哭。我赶紧转身给叔叔鞠躬，谢谢叔叔。他只是拿右手手掌在空中上下比划了一下，用一种有点嫌弃又有点亲近的口吻对我说，行行行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我抬头看见青瓷在他妈后面笑，我跟他四目相对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回去上班了。真的开心，特别开心。这一刻的幸福，即便是多年以后再回想起来，也依然是我心里最柔软的记忆。农历97年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除夕，我是在青瓷家过的。起初青瓷叫我的时候，我还不敢，那可是除夕大伙吃的是年夜饭，我怕我去了影响他们家的氛围。可青瓷告诉我，是我爸让你来的。我听完都懵。上个月我去青瓷家吃蜡烛蛇的时候，他爸爸一直低头吃菜，什么也不说，我还以为是我到了他的胃口，没想到还有机会再去青瓷家。我爸一直这样，做事冲动，嘴硬心软。虽然他总说不会同意我俩的事，但他还是会尊重我的意见，不然我哪敢让你一出狱就来我家呀？我教你，你除夕来的时候买2条红塔山，我爸爱抽这个，他看到烟脸色能好看很多。你再给我妈带一罐蜂蜜。然后除夕当天，我真的按青瓷说的2条红塔山和1罐蜂蜜，他爸妈的脸色真的好了很多。一进门的时候，看电视的叔叔摁了一下，指着烟冲我瞪眼睛，我赶紧点头，把2条烟往叔叔手上送。叔叔，除夕快乐！好啊好啊，坐坐坐。我指着厨房，我给阿姨也带了点东西。好好好，去吧去吧，去完回来陪我看电视。我走去厨房，把袋子放在砧板边，对他妈说，阿姨，之前有人来我们餐馆卖野山蜜，我给您称了1罐。阿姨一看眼睛都直了，特别高兴。哎呦哎呦，瞧这蜜颜色这么清，这是？我赶紧回答，槐花蜜。对对对，好东西啊，这得放冰箱才行。徐艺，你看看过来吃个饭，带这么好的东西。说着，阿姨带着罐子往冰箱走，我则和一边切菜的青瓷四目相对，她冲我笑，好像在问这招好使吧。我只点头。后面开饭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爸开了瓶白酒，让阿姨拿了2个杯子来问我能不能喝。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个 C 一点点，可能是 C 的口子比得太大了，叔叔眼睛放光。哟，这么多得3、4两。说着就给我倒酒。年夜饭是6菜1汤，有一道切片酱肘子特别好吃。青瓷给我碗里加了很多，我起初是害羞的，他爸就说你得吃点，不能干喝，干喝对胃不好。我点头，后面就真的陪叔叔喝酒，一杯喝完，叔叔又给我加。后面叔叔问了我点事，我可能是喝了点酒，心里话藏不住。我知道你爸走得早，你妈改嫁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呢？我爸是我13岁时候走的，我妈带我到14岁改的嫁，后面是我爷爷带我。89年的时候，老人家走了。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没了。那你后来怎么生活的？没法生活，要钱没钱，宅子还让我妈带走了。我那时候没办法，就捡瓶子，后面跟一些流浪汉出去当街溜子，做过一点小偷小摸。说到这，青瓷的手在桌子底下拍了我一下，我当时醉着没反应过来他什么意思，于是就看着他，没想到青瓷又拍我一下，还给我使眼色，我还是没反应过来。这时候他爸把酒杯往桌上撞，然后对青瓷说，干什么？你是嫌丢人了？哪里丢人？男人谁年轻不犯点错？小偷小摸怎么了？你要是嫌丢人，你就别找他。徐艺啊，喝酒。我这才明白青瓷是怕他爸误会。我举起酒杯喝了一口，他爸给我夹菜说，以前是生活所迫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我看得出来你本性是好的。青瓷跟我说了，你那次打人坐牢是因为那个男的对青瓷动手动脚，这没错，你打得好。男人嘛，有时候是要做点男人要做的事。说到情深处，他举杯我赶紧回敬。他接着说，但是那时年轻不懂事，你现在牢也做完了，要长大了，要成熟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个家里男人是顶梁柱，男人做事一定要3思后行。看你打了人去坐牢了，坐牢的这几年，你想过家里人怎么办吗？当然，你那时候没有家里人，我是说，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事，你进去坐牢了，家里人怎么办？是吧？我听着鼻酸直点头。叔叔见我红了眼眶，意味深长的哎呀了一声，然后拍我的背，便说，年轻都会犯错，犯了错要改，要浪子回头。我就这么个女儿，我是不想这么早把她嫁出去的。
但是他也有这么大了。我觉得你们年轻人还是要早点成家生活，才有盼头。其实那时候说了很多，但我就记得一句话。当时青瓷抽纸给我擦完鼻涕，我抬头就跟叔叔说：“叔叔，没钱。”叔叔当时猛一拍桌子，站起来指着客厅边上青瓷的房间：“钱多有钱多的活法，钱少有钱少的活法。我敢把女儿嫁给你，就是图你踏实。青瓷的房间够大，给你当婚房。我们家不要你彩礼，酒席也不要你办，年后去把证领了。你现在改口叫我生爸。”我哭得更紧，从小到大没哭得这么激动过。我站起来一把抱住他，大叫了一声“爸”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激动的直跺脚，后面喝高了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，就记得在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，还是在青瓷床上醒。在后头的事没什么好说的。年后我真的和青瓷领证了，退了那间处，去餐馆上班第一天就给同事和老板发喜糖。当时老板娘还问我什么喜事啊？我羞着脸说我结婚了。老板听完就拍我：“结婚怎么不叫我去喝喜酒啊？就发个喜糖不够意思啊？”我低头卑微地说：“没办喜酒，就是领了证。”老板娘是开餐馆的，很懂人情世故，她只长长的哎了一声就走了。我当时心情挺复杂的，转身回后面洗盘子。结果当天晚上下班的时候，老板娘在柜台后头小声的叫住我，喊我过去。等我走到柜台那边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：“你结婚了，不是小伙子了，以后拖家带口的光洗盘子能挣几个钱了？从明天起你就去厨房干活当学徒，工资先不，后面干出来了姐给你改工资。”我听完感动，忙说谢谢。老板娘又塞给我一包。结婚是大事，得有人庆，太突然了，姐没准备什么，给你包个红包，祝你婚后的日子红红火火。我看着这封写着年大吉的红包，知道这是老板娘临时包的，真的很有心意。谢谢老板娘。这2瓶白酒你带回去给你老丈人喝，你老丈人是个好人，你得孝顺他。是，我一定孝顺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拆开红包看了一眼，400块是我1个月的工资。回去后，我把钱交给青瓷，青瓷一看，哇，怎么这么多钱呢？老板娘包的红包说祝我新婚快乐，她还让我去后厨干，将来给我涨工资。青瓷听完就冲我笑：“你看日子会变好的，你以后得用心给人家干活。我妈今早去买的喜字，还给我们买了红色的床上4件套，你去房间看都套好了。”我直说：“是咱妈。”青瓷惊讶地看着我，然后就扑我怀里笑：“对，咱妈。”日子过到99年5月，我已经是餐馆的小厨，每月工资700多块，每天下班还能带几道自己烧的菜回家当夜宵。经过1年多的相处，我和老丈人相处的像是一家人。虽然邻居都叫我入赘女婿，但是我不在乎，入赘就入赘吧。我没家给自己找个家有什么不好？这天我下班回家，手里拎着自己做的菜，一面看见老丈人和丈母娘坐在餐桌上，他们满脸幸福地看着青瓷。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，可我进门后他们都冲我笑，丈母娘更是眼睛眯弯了，我招手喊我过去。就算我再傻也知道怎么了，敢相信。妈，青瓷怀了。丈母娘连点了好几下头来表示肯定，我赶紧问青瓷：“你真的怀了？”她也点了点头。害喜，一下午吐了好几次，妈准备带我明天去医院做检查。那时候别提多高兴，那年我28，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巅峰。回想起6年前的我一无所有，现如今我有稳定工作，有家，有爸妈，有老婆，马上连孩子也要。我真的觉得人生美满幸福，我多希望以后的人生就这样持续下去。即便是很多年以后我富甲一方，再回头看以前的人生，这一刻的幸福也是弥足珍贵的。可你们知道的，人生总是起起伏伏，可能是我那时候起得太高了，所以后面摔得很惨。仔细回忆起来，我人生中一共遇到过4件很大的祸事。第一件是93年坐牢，第2件就是失去青瓷。2000年1月世纪跨年，那年的元旦餐馆很忙，之后的10几天餐馆的生意依然很好。以往我都是9点下班，这段时间却熬到了凌晨2点，到家已经3点了，睡一觉起来10点就又要往餐馆赶，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。虽然辛苦，但工资给的多，餐馆挣钱了，老板娘每个月都发奖金。我拿钱回去的时候，青瓷会惊讶：“哇，这么多呀！”我只抹了把汗说：“是这几个月生意好，发的奖金也多。这你要再干2年，咱能买房了。”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现在房价涨得快，一天一个价，再过几年这点钱未必买得起，还是给你买点营养品。你怀孩子不容易，现在8个月了，7个月还差10几天才8个月呢。我这脑子也记不住。你明天产检，让妈带你去一趟吧。餐馆太忙了，我抽不开身。外地的亲戚家里办白事，妈今早就走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就放心去上班吧。明天我看情况，不行就晚几天再去产检。我有点担心，真的没事啊？没事，你看我肚子健康着呢。说到这，坐在床上的青瓷忽然从背后搂住我的腰。我第一次生孩子，我怕。转过身，轻轻拍她的背。我也怕，到时候要真疼的不行，咱就剖吧，不能把你疼坏了。不行，听邻居说剖腹产的孩子都不聪明，我要我们的儿子聪明，将来我还要他出国留学开大公司。好，一定会的。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你才好，你是我这辈子遇到最好的人。这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的一天。中午吃饭的客人多，餐馆后厨很忙，老板娘接到一通电话，然后就急忙跑到后厨喊我：“徐毅。”我还在颠手。怎么了，老板娘？老板娘赶紧叫住我：“你岳父单位打电话过来，说你老婆产检路上出事了，在医院抢救，
他喊你快去市医院2楼。我丢下锅铲就往外跑，拦了辆的士去医，可到了医院也没用。我看见岳父手术室外来回踱步，我跟上去问：“爸，怎么了？”岳父摇头，他也是接到医院通知才来的，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。手术室里护士开门，我拦着他，可他只对我说了句：“不要拦我，病人在抢救，时间就是生命。”然后就小跑着出去。几分钟后，带了名医生回来，直奔手术室。我急得跺脚，老丈人更是捂着胸口说：“我之前高血压血管爆了都没叫过这么多医生，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？”听到老丈人这么说，我更慌，赶紧找了个外面留守的护士问：“我老婆在里面，我不能进去吗？电视里演的不都说老婆生孩子，老公能进去吗？”护士告诉我，电视里演的是生孩子，里面不是在生孩子，是在救命。听到这，我心凉了一半。青瓷不是说今天不来产检了吗？怎么好端端的就进医院了？我和岳父等了很久，等到天都要黑了，这时门开了，一个医生走出来，他神色凝重地问我：“二位是病人家属？”我们都点头。医生拿出一份同意书对我们说：“产妇怀胎7月，之前有过流产的，这次跌倒引发大出血，导致病人早产，产妇可能救不回来了。我们在尽力保住孩子，请你们谁在同意书上签字？”听到这，我不敢签老丈人眼前，他破口大骂：“什么叫救不回来了？怎么就这么严重？”产妇之前流产，不像是在正规医院做的手术，情况很危险。说到这，老丈人面露难色。我看了眼他，但眼下顾不过问医生：“我签了这个字，你们是不是就放弃我老婆了？”“不会放弃，有希望的话，我们一定救她。”我点头。那拜托您了，医生，能保大，一定要保大。医生拿着同意书进了手术室。1个小时后，手术室门口的灯变绿了，护士让我们进去。那时我看见了奄奄一息的青瓷和青瓷身边的婴儿，我懵了，整个人愣在那里。我听见青瓷的声音，气息很微弱：“徐毅，爸。”我和老丈人赶紧跑去他身边，握住他的手，可是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我。徐毅，我不该自己出来，都是我的错。医生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孩子是男孩，我以后不能陪着他了。你不能给他找后妈，你不能给他找。我哭得说不出话，最后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：“好，是我的错。”和您没关系，您以后要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您要长命百岁。帮我跟妈说，我好喜欢她做的糖醋排骨，她一定要做给她孙子吃。老丈人哭不出声音，干张着嘴痒。我知道他很自责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徐毅，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我摇头不知道。我太笨了，我还要等你起名呢，你要撑住。叫徐运吧，我希望他以后又有才又厉害又有钱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你不准给他找后妈，你要孝顺咱爸妈，你要一直喜欢我。我真的忍不住了。青瓷，你不要死，你不死我做什么都行。他这次没有回答我，伴随而来是心跳检测器发出尖锐的长音。那晚我用同一支笔签了死亡证明和出生证明。我抱了徐运一会儿，护士就把孩子带去育婴室了。老丈人在太平间哭，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站起身往门外走。爸，这事我一定给您个交代。老丈人见我气势汹汹，赶紧问我去哪。我问过护士了，他们说是有人推了青瓷一下，我要去查是谁。报警啊，交给警察。我摇头，这事您别管了，等我给您个交代。说完我就走了，不管老丈人怎么喊我，我头也没回。我和老丈人只说了一半的实话，确实是有人推了青瓷，是4个混混。如果报警的话，那4个混混算不上什么大罪过，甚至不一定有证据证明是他们做的。但让我当这件事没发生过，那绝不可能。我坐了4年的牢，在里面认识了很多混社会的人。我找了几个以前的狱友，跟他们打听圈子里的情况，问我真问到一个，说是有4个光膀子的混混，光天化日在巷子里欺负孕妇，结果害得孕妇滑下坡去。事后他们跑了，孕妇好像让救护车带走了。我问他们那4个人在哪儿，叫什么名字，他们给了我个酒吧的地址，说在那里可以找到，又把4个人的名字写下来。我走在小巷子里，在别人的铝合金房梁上抽了根钢管出来。等我到了酒吧门，在门口看见了看场子的人，我把钢管塞进袖子里，溜进了酒吧。进酒吧后，我拿出纸条去吧台问酒保兄，酒保看了眼，指着那边那桌4个男。闻言，我走到他们前头，拿出纸条，把他们的名字报出来，然后问是不是他们。那4人中的一个还很嚣张：“你谁呀？我只问是你们吗？”“是我们啊。”我点头没找错人，于是把钢管放出来，对着最近一个就开始敲。那天我大闹酒吧，看场子的几个人上来拦我，但这时候走上来一个人拦住他们，说他就是死掉那个孕妇的老公。于是那几个看场子的就没真的上来拦我，只是在边上做出要拦我的动作。经过一番苦斗，我把这4个人都撂倒了。最后我把他们左手小臂全部敲碎。我不管你们是用哪只手推的我老婆，我只砸左手，右手留给你们以后生活。酒吧的客人跑了一半，剩下一些看热闹。我砸完他们的手后，在现场坐下来休息。我知道规矩，我闹了场子就要什么后果我都认，但是人我必须要打。哥几个不拦着我，够仗义，谢谢哥几个。说着我给他们发烟，几个看场子的接烟，面面相觑，又看了边上那个男的。我也顺着他们看过去，那男的应该是这个场子的话事人。那男人看着我说：“今晚有人告诉过我你会来，他跟我说了你的事，大半个圈子的人都知道你的事了。兄弟，你孩子还在医院，也没打坏多少东西，就碎了张玻璃桌，我会找这4个人赔的。我帮你叫辆的士，
快回医院看孩子吧。我惊讶地看他，然后侧过头，两手抱拳，对他比划了一下：“仗义，谢谢你。”随后那些人就上来扶我，把我送到门外去。我去到医院的时候，岳父已经在太平间外头的长椅上坐着睡着了。我坐在他身边给青瓷守夜。我陪他第二天丈母娘接到消息赶回来了，在医院看见他的时候，他鼻子流了血，膝盖也摔破了，好像是在路上摔了跤。他见到我们就问：“女儿呢？青瓷呢？”老丈人的情绪本来已经好很多了，被丈母娘这么一问，又哭得没有了声音。吸了几口气后，跟丈母娘说：“都是我的错呀！医生说他是流产留下的病根，好一个人没了。”丈母娘听完一口气没吸进去，翻白眼晕了。后面血压忽然变低，险些有生命危险，因此住进了病房。就在老丈人照顾丈母娘的时候，有人敲我们病房的门，是个穿西装的。我们回头一看，谁都不认识他，就没管。可这人叫出了我的名字：“请问徐毅先生在这里吗？”我诧异的回头看，仔细打量着对方。我不记得我认识这个人。爸可能找我有事，我去一趟。你记得那年除夕我和你说过什么吗？我点头，记得。我是有家的人了，我做事会注意的。在医院外的小公园里，西装男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刘奔，道上叫我一声刘哥。你打的那4个人是我手下的。”我低头，我在里面听过你的事，你开的厂子大，什么生意都有。你这趟是来替他们要说法的吗？兄弟误会了，只要你开口，那几个人另一只手我也帮你废掉。那不用，右手留给他们吃饭。这事前因后果我都知道了，是我没管教好手下人。你老婆的事是我对不住你，这里是1万，我知道这肯定不够，但是你先拿着算我一点心意。我很惊讶，这位产业遍布全城的大佬居然低头给我拿钱。我没接，总有一种如果我接了这事就变味了的感觉。刘哥把钱塞我手里直说：“兄弟，你这人我也打听过了，我身边的人都说你血性是个好男人，而且你1个打4个打赢了，也只费左手不害性命，太讲究了。现在社会太缺你这样有道义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家庭，但是你养孩子花销不小，我是真心想请你给我做事，绝对不亏待你。”我看着1万块钱摇头：“谢谢刘哥。”惭愧，我在你面前没脸当哥。我不能跟你做事，我现在当厨师日子挺好的，而且我老婆在天上，也不想看到我再混上社会。听了这句话，刘哥点头：“好，没事兄弟，这是我名片，以后有事你来这里找我，你就报你自己的名字，肯定能见着我，能摆平的我一定帮你。”他给了我张名片，我收下名片说了声谢谢。后面他走了，我看着名片，觉得自己不会有用到他的那天，然后带着钱回去病房里。后面我老婆火化了，办了死亡证明，丈母娘也出院了。徐韵虽然是早产儿，但身体很健康，医院方面也允许我们带回家。到家后一推门，看到客厅边上我和青瓷的房间全哭了，大人一哭，小的也哭了。可是没办法，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。夜里孩子跟丈母娘他们睡，我独自坐在床头。那晚月亮特别圆，我把青瓷的衣服拿出来叠，把青瓷给我织的手套和围巾拿出来戴，想着青瓷帮我贴腰上的狗皮膏药，想着她怀孕的时候吐得吃不下东西，想着我好几次累得受不了，趴在她怀里像个男孩。我就坐在她那边的床头，像个傻子坐一整晚。我还是接受不了她走了，一回头看向床上，什么都没有，特别难受。以前不懂想一个人想到痛是什么感觉，现在是痛得撕心裂肺，一晚上我要哭好几次。我还是不能接受没有青瓷的生活。2000年的春节是最难熬的日子，青瓷怀孕时候给孩子打了好几套毛线的衣裤鞋帽，过年的时候都穿上了。我抱着徐韵在青瓷的遗像前面，老婆，你看咱儿子眼睛真像你。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很不好受，我甚至听到丈母娘抹眼泪的声音。可我得和老婆汇报一下，以后每年我都要和她汇报，不能让她在天上担心孩子。之后日子一天天的过。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老丈人坐在餐桌上喝闷酒，我正好带了点小菜回来，我往餐桌走，老丈人也喊我过去。等我坐下后，老丈人拿了张存折出来，我眼睛都瞪圆了。爸，您这是？他冲我立手掌示意我先别说话。老丈人说：“女婿，我再过2年就要退休了，我们老两口有攒钱的习惯，起初是给儿子攒的，但是儿子出意外死了，后面就想把这个钱攒给女儿，现在女儿也不在了，我们老两口攒不动了。你是个男人，现在还当爸爸了，你要担起责任来。这笔钱我现在给你，你是做生意也好，是继续攒着也好，爸都支持你。”我震惊看了眼存折上的钱，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爸，这钱您和妈留着养老呀。他喝了口酒，摆手冲我竖大拇指：“女婿，你是这个，从你坐牢出来到现在，你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孩子，我认你是我亲儿子，你知道吧？”我点头知道。这个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留给儿子就挺好的。这时丈母娘也过来：“你就听你爸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要那么计较得失。”说完，丈母娘把存折塞进我手里，我又一次沉默了。我终于知道青瓷为什么这么善解人意了，她真的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。我惭愧
愧地红了鼻子。谢谢吧，谢谢妈，我一定孝顺你们。我从餐馆辞职了，走的那天，老板娘还抹着眼泪跟我说：“许毅啊，真是老天不开眼了，怎么光挑善良的人害呢？你以后有什么难处，你记得来找姐姐，得拉你一把。”我只能说谢谢。后来我拿着老丈人给我的钱，还有之前刘哥给的钱，凑一起开了间小馆子，卖拌粉、馄饨、盖浇饭之类的，招牌叫徐记小吃。馆子不大，就10几个座，现在就我一个人做，一天净利润大概在80块左右。也别小看这80块，00年工地散工，一天才挣30，我一个人能顶2个半的工地散工，算很不错了。一个月零零总总能赚到2500，是我原先当厨师工资的3倍。照这个进度下去，我能攒不少钱。后面经营了7、8个月，因为我用料扎实，生意更好了。现在每个月能挣3000多。那时候真的干活有劲，是在2000年的9月份，第3件坏事来了。93年那个晚上，被我打爆一颗肾的男人，时隔7年，我再次见到了他。我记得他叫宋人头，他看上去老了不少，胖了不少，剃了个光头。那天他一个人进店看了眼菜单，就叫了碗招牌馄饨。我起初没认出他是给他送馄饨的时候，他认出了我。哎，眼熟啊！我这时候才认出他，但我低头不说话。开小店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，不能闹事。是，好久没见了。这馄饨趁热，我店里的招牌。我怕烫，市里这么大，又让我碰见你，因为你，我给摘了一颗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就完了。你知道就一颗肾是什么感觉吗？隔3差5就会腰痛，这都是你害的。是我的错，我也蹲了4年牢，咱俩不都扯平了吗？我呸！你休想！他甩手把馄饨碗砸了，然后指着我这个店说：“你今天让我碰见了，我能让你把这个店开下去，我就不姓宋。”说完，他扬长而去。第二天我开店早餐的时候还挺好，到接近中午的时候，就看见宋人头带了一帮人坐进我店里，他们带了副牌在我这打，有客人靠近他们就把客人喝走。我站在小厨房，一时间没办法，只能先包馄饨。可是，一下午了，宋人头打了几个小时的牌，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动了报警的念头，可那时候我没手机，店里也没座机，我只能在厨房里想着，今天以后他们看我没什么反应，也许就走了。可第二天他们来得更早，8点左右就到了。他们带了2扎啤酒和瓜子、花生还有麻将，生生把我这里当做了棋牌室。今天也毫无疑问的打了一天的麻将，晚上9点才走。我不敢把这事告诉老丈人，我怕他着急，只当等宋人头的气消了，这事就结束了。可一连10几天，宋人头天天来店里，我都奇怪他们不用挣钱吃饭吗？后面问了朋友才知道，这个宋人头是个富二代，家里有钱，还有不老少人当官开厂，他就一不愁吃喝的公子哥。听完我就绝望了，我知道我是耗不过他了，于是提前报了警，希望第二天警察来把他们轰走。到了第二天，警察确实来了，批评教育了一顿后，宋人头笑嘻嘻的带着那帮人走了。可等警察离开后，宋人头不知道又从哪里带着那帮人窜出来。宋人头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：“小子，你报警也没用，我们也没做什么，报了警也不能拿我们怎么着。”这一刻我明白了，不怕坏人坏，怕的是这个人不仅坏，还懂法。我是恨自己不会读书，要是会读书，我也想做个懂法的好人。我看着存折，这个店1个月连材料带租金亏了6000。我那时候就想，他喵的不开了。可是如果不开这个店，家里的老两口问起来，我该怎么和他们说？总不能说是宋人头害的，老两口都是直爽人，万一起冲突怎么办？像宋人头这种人，万万得罪不起。老两口身体不好，要是因此出了什么闪失，我要怎么和青瓷交代？思前想后，我决定装几天病。我想着也许关几天店，宋人头见我不开门，没准就把我忘了。可我错了，我躺在床上，有人敲门，丈母娘抱着徐韵去开门，紧接着就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。那徐记小吃老板是住着吗？今儿怎么没开门呢？丈母娘还以为是熟客，就笑脸相迎说：“我女婿他病了。”我赶紧从店出来。宋人头，你干什么？宋人头看着我，这不没病吗？怎么不开店啊？我不敢说不开，只能穿上鞋。开，现在就开！你要吃什么？我去店里给你做。宋人头幸灾乐祸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我一天不做你店里，我就浑身不自在。哎呦，我女婿手艺可好了，做东西特别好吃，还得谢谢您关照啊！我冲丈母娘挤了个笑容，然后关门瞪着宋人头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不怎么样，我就要看你赔钱。这店你得天天开，少一天我就找你家里来。这样不留活路，我真的开不下去了。1个月亏6000，在外面找份工作，半年未必赚得到6000啊。你亏再多，能弥补我这7、8年的苦日子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摘我一颗肾？我查过咱俩血型不匹配，这腰子移不过来，不然我早移了。说完，宋人头冷哼声，转身离开。我就这样又被迫继续开店。这天下午，宋人头打牌输了不少钱，一气之下掀了桌子，把所有人都赶走了。店里一片狼藉，桌椅全到了。
我坐在厨房里也不管，只觉得胸口有火在烧。等那些人都走了，送人头一个人在店里赶人，但已经1个多月没人光顾我这家店了，所以平时也没什么客人。大概是送人头觉得无聊，就冲厨房里喊：“那天那个是你丈母娘？”我不说话。我看你孩子都有了你老婆呢，这么长时间都没见过。我还是不说话。送人头一气之下冲我喊：“你不说话，我也知道你老婆死了。那天去你家里看见遗像了，真是个短命的。要我说就是你克妻，活生生把她克死了。”我听不下去了，愤怒令我失去理智，抄起木棍就抡在他的头上。他挨了一棍后，意识到我来真，赶紧往外跑。他一路跑我一追，压抑了1个多月的怒在这一刻爆发出来。他跑了一路拦了辆的士，然后上车。我当时站在原地看着车子开走，送人头要下车窗冲我喊：“徐毅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去告你！你这回是2进宫，我看你坐几年牢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一下就清醒了。我跪在地上开始反思，我这趟要是再关进去，得10年吧。10年见不着儿子，孝顺不了老人，我怎么和青瓷交代啊？我很后悔，但后悔也没用。我想起来医院的时候，刘老大给我的那张名片，他说过有事可以找他。于是我赶回家，在抽屉里找到了那张名片，然后打车去了地址上的那处歌厅。我往里走，跟着的经理说自己是徐毅。闻言，经理把我带到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。刘老大见我后有些惊讶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把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刘老大听完并没当一回事，只拍我的肩膀：“这事我平了。”说完，他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对面的那人好像是送人头的亲戚。几句话下来，电话挂断。刘老大告诉我事情已经平了。我诧异：“没事了。”刘老大点头：“没事了，你可以放心的回家，警察不会去找你，送人头也不会再去你店里了。”您怎么做到的？送人头的大哥以前和我有点交情，而且他大哥也听说过你的事，也很欣赏你，所以他帮你教训了送人头一顿。我听完还觉得像是做梦，就这样一通电话，我就不用坐牢了。我还在沉思，刘老大又向我抛来橄榄枝。兄弟，我是真的很欣赏你，你又会做生意又讲义气，你这样的人太适合做兄弟了。可我再一次拒绝了。你跟我做事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对不起，刘哥，我老婆走了，剩下岳父岳母和孩子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我不能冒险。刘老大点头理解。没事，这次我帮你的事只是小事，平不了你老婆的账。你以后如果有事还能再来找我，我还会帮你。再次谢过后，我回到了家里。第2天，警察似乎还没找上家里来，二老也都不知道我的事。我以为这事过去了，可事实上并没有。之后我开店做了1天也没生意，原本以为是人气散了，等几天就好，可过了几天依然没什么生意，就跟周围的店主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那天我的事情已经在这一片传遍了。后面就有人打听了我的事，发现我因为打人坐过牢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坐牢的事，没人敢来我店里吃东西，大家都觉得坐过牢的人开的店肯定也是黑店。我无话可说，只能沉默着每天继续开店，可每天依然没有生意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我认清现实，这个店开不下去了，我没和家里商量把店关了，然后又偷偷去找了之前餐馆的老板娘。老板娘，您这还招人吗？可老板娘却说：“我是想帮你的，可我要招了你，店里就没人来吃饭了。”老板娘的话点到为止，她是好人，曾经不嫌弃刚出狱的我，是我自己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，最后只能默默离开。回到家后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和老丈人和丈母娘说了，他们听完后都惊呆了。老丈人气得拍桌子：“都7年了，怎么有这样的人啊！”我摇头把存折还给老丈人说：“爸，店开不下去了，之前挣的都亏光了，存折里的钱也亏了几千，过段时间我再出去看看能不能做，实在不行我就去工地。”老丈人想了想，收下存折：“这样，明天我去厂里和领导求情，看看能不能给你谋个差事。”也只能这样了。老丈人打通了厂里的关系，把我喊去面试。面试的时候，负责人问了些问题，我答得不算好，可事后老丈人却满不在乎。回去的路上还让我放心说这事十拿9稳。我见老丈人这么有信心，便安心留在家里等消息。几天后，厂里来了电话，原以为是我被录取的事，可电话那头传来了另一个消息：老丈人中风送医院了。我和丈母娘赶紧带着孩子去了医院，看见病床上歪了嘴巴的老丈人，赶紧问随行的厂工回事。还是你的事，原先李师傅为了你工作塞了2万块钱给厂领导的工作，本来是10拿9稳，但是面试那天副厂长看见你了。不理解，我和副厂长有什么关系？你和副厂长是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你副厂长他侄子有关系。我们副厂长姓宋，他侄子是送人头。副厂长后面让厂领导把你刷下来，让人把李师傅给辞了。李师傅因为这事儿去找厂领导说理，结果说着说着一到中风了。送人头，又是送人头，他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我想去找他讨个说法，可还没走出病房的大门，中风的老丈人用模糊不清的声音叫住我：“女婿。”这一声女婿让我留在了原地。我知道老丈人的意思，我已经为人父了，不能再惹事了。我低下头回到病床边：“爸，我知道，会去了，我不能再招惹那个送人头了，也希望他以后
后也放过我。我真的惹不起他，他送人头真的很厉害。哥哥是社会大哥叔叔，是副厂长，谁知道他家里还有什么亲戚？我总以为释迦门阀是旧世界的产物，新时代的大家都是普通百姓。原来是我不会读书，误会了释迦门阀依然存在，只是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。抛开眼前这些事，不谈丈母娘要帮我带徐运，还要照顾老丈人，挣钱的担子落在了我身上。眼下我需要一份工作，可我能上哪找一份工资够用又肯聘我的工作呢？思来想去，这时候肯用我的只有刘大哥。回想起先前我2次拒绝刘大哥，我不禁觉得可笑。原来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那晚我神色紧张，却还是对刘大哥开口：我需要钱，家里只剩我能挣钱了。我知道您手下产业多，您找一个钱多事难的活给我，我一定给您打理好。最后刘大哥让我帮忙经营一间80多平的棋牌室，这事我和家里人讲，他们不希望我在这做事。老丈人当时也哭了，老丈人更是因此气得不堪，我嘴里咿呀呀说着不，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跪在他病床前磕头：爸，您信我一回，我要把这个家撑起来。做人难啊！我也抹眼泪，是做人难啊。老丈人的中风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治好，加上徐运还小，很容易就有个小病小痛，送去医院花的钱比大人还多。半年后，我把棋牌室管理得很好，也带了一批员工，生意上没有烂账，放出去的款都收得回来。可唯一不好的是，棋牌室的收入没有之前的管事人在的时候收入多。我以为这会让刘大哥不高兴，可后面在分地盘的时候，刘大哥又给我分了2间棋牌室和一个酒吧。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，结果刘大哥跟我讲了一长串的道理，那时才意识到我和刘大哥的格局差距。如果以后我有幸从商，一定要跟他学。04年时，我在刘大哥手底下干了3年，已经接管了他手下所有正经产业。他很信任我，甚至把这些产业转到了我名下。我的存款早就破了100万，但不论我在外面怎么样，在家里我依然是2老的女婿孩子的父亲。老丈人去年出院，现在在家和丈母娘一起带孩子。我给家里换了间200平的大平层，家具什么都是新的，尤其是彩电。我知道老丈人喜欢看电视，特地买了72寸的，还请了阿姨来家里帮工。我回家有空的时候会给老2口下厨做饭，就想让2老能过个安详的晚年。徐运3岁了，我最近在给他物色幼儿园，日子过成现在这样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和青瓷交差。同年9月，市里忽然开始了一阵扫黑反腐，由于我手下的生意干净，并没有被盯上，反而是刘大哥因为那些灰色产业被关了进去。05年3月的时候，他被判了18年。我当时找人托了很多关系，给监狱里的刘大哥带一句话：刘哥，我这边的产业一切都好，等您出来后，这些产业都是您的。我那时候真是这么想的，可我没等到刘老大出来。05年7月的时候，里面传来消息，刘大哥在监狱里被人刺死了，但由于同一个监舍，另外11个人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。监狱方面查不出来是谁到后面，只能给他们监舍的所有人都记了处分，然后草草了事。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人傻了，我找人打听消息，一个线人告诉我，刘大哥在监狱里换过1次监舍，好像是有人买通了关系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事，想不了太多，拿了笔钱给线人查，给我查到底。线人也和我表示了担忧，这事查下去不一定有结果，即便查到了结果，你敢说你一定敢惹对方吗？先查到再说。线人收下了这笔钱之后，开始四处打听消息。刘大哥是个仗义的人，可他仇家也多，我不知道是谁害死了他，可我也查不出来。此时回想起刘老大为我做过的事，我必须报答他。话虽如此，这件事不是那么好查的，也许一直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，所以我在想，还有什么是我能为他做的。刘大哥没有什么亲人，经过多方打听，最后查到刘老大有个弟弟叫刘峰，前几年犯事关进去了，最近马上要被放出来。为了报答刘大哥的恩情，我决定帮他照顾好这个弟弟。在刘峰出狱那天，我带人去接他，然后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。刘峰在里面的时候就知道哥哥的死讯了，只是他没想到居然还有我。我告诉刘峰，我可以把产业全部交给他打理，可刘峰以不懂经营只为由拒绝了，而且他现在出来花不了什么钱。于是我给刘峰买了套房子，先帮他安置下来。后面刘峰看到了我的车，就说要给我当司机。我当时是不愿意的，他是刘大哥的弟弟，哪能给我开车？可刘峰说，光吃饭不干活，迟早会讨人嫌的。如果我要跟着你，我得找点事做。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刘峰成了我的司机。那之后，我继续经营这些相对合法的产业。也许是刘大哥的死给了我不小的冲击，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不像好人。等这一阵扫黑反腐的风头过去后，我重新整理人手，开始扩张产业。这次不仅仅是做干净的，不干净的我也要插手。刘大哥先前被查封的产业，我要慢慢养回来。为此中间用了一些暴力手段，都是刘峰去处理的，我没让家里知道。就是这几年，我发现我做事越来越冒险手段，也越来越不一样。但我回过头来问自己，我错了吗？我打从心底里觉得自己没错。正如那天刘大哥和我说的，赚钱吗？不寒碜。我现在不只管着一家的吃喝死活，还管着手下几百号人的吃喝。干到07年的时候，我已经拿下了市中心2个区的产业。也是这时候，我意识到风头开始变急，上头好像将要有一次铁
野外行动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也许要不了多久，我也会重蹈刘哥的覆辙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徐韵已经7岁了，开始懂事了。我很害怕将来知道爸爸是个怎样的人，我不想把他教成我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决定洗白自己。当时房地产是最野蛮生长的行业，也是门槛相对较低的行业。我开始变卖名下的产业，积累现金，准备重新开始。07年末，虽然我筹备了大量的资金，可我没文化，在涉足一个全新领域的时候，就会显得谨慎小心。昨天去招标的时候接了一份合同，结果去找律师看，发现合同上有10几处漏洞和坑。那些人就是欺负我没文化。回想起当年的宋人头，我真想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，有手段懂规则。我这辈子是不太可能了。我不会读书，于是就想找一个能帮我办事的人，可懂法律又同心同德的人太难找了。直到后来，我听一个经理说，在我名下一处酒吧里，于是我赶紧去酒吧见了那个叫徐斌的人。他看上去不大文质彬彬的，我随手扔给他之前那份合同的复印件，让他看看上面的问题。我等了他半个小时，事实证明等待是值得的。他指出的点和专业律师指出来的点一模一样，就冲这个我就知道他是我要找的人。我聘了他，让他做我的秘书，帮我处理合同一类的事。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，我正式进入了房地产行业。起初我以为这一行很干净，但日子久了发现并没有那么干净。我在这一行看见了很多以前社会上的老朋友，他们用的手段可以说十分狠毒，想在他们嘴里分蛋糕简直比登天还难。可我既然已经变卖了所有产业，就不能让这笔钱砸在我手里。于是我把拿地的工作交给刘峰。我对刘峰说，只要查不到我们头上，你就放心的干。后面刘峰很好的完成了任务。在刘峰和徐斌的辅佐下，我拿下了很多地皮，生意越做越大。09年的时候赚了很多钱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盖自己的公司大楼。我把公司起名叫徐运集团。2010年集团大楼盖好后，我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，起初是心情不错的，毕竟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楼。可坏消息接踵而至，让我非常暴躁。那段时间手底下的人几乎没和我汇报过好消息。徐运集团名下的几处楼盘在正式开发后，相继遇到了被有关部门勒令停工罚款的情况。后面我们找人去重新办理开工许可证，办证人员一反常态，直接把标准拉到了最高，导致公司的人去了几趟都没办下证来。起初我还觉得奇怪，分明每个项目都预留出了打点关系的钱，怎么还会出这么多幺蛾子？我把刘峰叫来，让他去查查这件事具体是什么原因。后来刘峰把那些经常来工地找事的工作人员带去吃饭，得知是他们部门空降了一位领导，专门管这块的。可这位领导好像和徐运集团有过节一样，总让手下的人盯着徐运集团。得知这件事，我又让刘峰去打听这位空降领导的消息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这位领导叫宋丹明，又是他喵宋人头的亲戚。这个宋人头他喵的到底有多少亲戚能搞我？我气疯了，对刘峰大喊，去给我查，把这个宋人头所有的亲戚，他老子家的他娘家的，一个不差，全给我查出来！我要看看他家到底是什么个隐世家族。刘峰听完先没说话，而是拿了张照片和信纸给我。我看了眼照片，上面是一个坟包，前头有刻字的墓碑，墓碑上写的名字是我2年前找的线人。我赶紧把信纸翻开，仔细看了下上面的内容。徐大哥，2年前你让我丈夫给你调查一件事，他查到了，但是他怕这时候告诉你，对方会顺藤摸瓜找到他，就打算等2年再告诉您真相。可对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丈夫在查他，他居然找人酒驾撞死了我丈夫。那个酒驾的人最后只判了2年，这事我只能求您了，您能不能在那个人出狱后让那人消失？我求您了。看到这，我产生了很多疑问，刘峰都解答了。这是那个线人的老婆写的，你让那个线人去查我哥的死，他查到了，但是他怕惹麻烦，想晚几年告诉你。所以是谁杀了你哥？宋人头，他之前找你麻烦，我哥替你出头，他一直怀恨在心，打那以后一直在找机会搞我哥。那次我哥被判进去，就是他举报我哥的厂子，等我哥坐牢以后，也是他在一个监室里安插了人手，然后买通关系把我哥调到那个监室，哥就是这么去世的。听到这我有些乱，我捂着眼睛想了很久，可能像宋人头这种人，只要恨了一个人就会缠他一辈子吧。他已经缠了我17年了，整整17年了，怎么还不够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躺在椅子的靠背上。刘峰，监舍里杀你哥的人是谁？知道吗？知道。酒驾撞死我线人的那个人在哪个监狱？出狱的日子是哪天？知道吗？知道。宋人头住哪？知道吗？知道。行，你看着办吧。这天我穿了一身新西装，特地做了发型，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成功商人。随后我拿起桌上那本5厘米厚的标书，准备去找宋丹明。我几乎是大摇大摆地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，推门而入，然后把门带上。
宋丹明看了眼我，你是谁？我冲他笑，您贵人多忘事，前段时间您还让人停了我们集团的项目呢。宋丹明的表情风轻云淡，甚至打开保温杯喝了口热茶才说，你就是徐毅。我点头，然后谄媚地坐到他面前，默默把手上的标书放到他的面前。他看着标书二字，不屑地笑了。我这可没什么要招标的东西。别这么说，您先打开看看。他翻开第1页，脸色立刻变了。第1页上记着他家的所有信息，住址、年龄、生日、工作、学校。他看我的眼神忽然就没有刚才从容了。别，您再翻下一页。他低头翻开第2页，这一页的字比上一页小，因为要记录的东西比上一页多。这一页记的东西是以宋人头为中心，3代以内亲戚的信息。我特地让人把宋人头家里有身份的人的职业标黄，有当老板的，有从政的，有在大学任教的，有在国外发展的。这种规模确实和我这种家庭不是一个阶级的。第3页也很好看。此时走廊出现了人走动的脚步声，他草木皆兵，赶紧将标书合起来。我起身抓住他的手，帮他翻到第3页。这一页上记录的是宋人头这些年做过的事，小事占了大多数，但大事也有几件欺负少女多起，事后说成两厢情愿，诬陷他人犯罪致多人受罚，随便几件拎出来都是很大的坏事。宋丹明显然慌了，我趁热打铁，你们宋家是个大家族，不论是上一辈还是这一辈都很争气，偏偏就出了宋人头这么1号人物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宋丹明深吸一口气，但还要故作镇定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请您再往下翻。他往后翻了几页都是白纸，于是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朝他比划手指，示意他接着翻。再翻了几十页后，发现这本标书的中间有几块镂空，在这些镂空里放着4根100克的金条。宋丹明的脸色又变了，他显然很疑惑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刘峰的号码，然后把手机递给宋丹明。他把手机放在耳边，电话那边传来刘峰的声音：这是你说话。紧接着声音变成了宋人头，说救我，他们关了我好几天，救我。宋丹明脸色一下就绿了。宋人头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里？我冲宋丹明摆了摆手。宋丹明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了。徐毅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没说话，只是把装着金条的标书又往前推了点。领导，我和宋人头是93年认识的，当时他对我老婆动手动脚，那时候我年少不懂事，把他一颗肾打爆了。后面我也坐了4年牢，该还清了。可是出狱后的第3年，我开了间小店，他带人来毁我生意，害得我店开不下去，还弄臭了名声。之后我关店准备去打工，可那一片没一家敢用我。后面我老丈人拿着存款去求他们厂领导，希望能给我安排份工作，结果又是宋人头，让他当副厂长的叔叔，也就是您二哥把我拒了，还把我老丈人辞了，害得我老丈人突发脑溢血，中风住院。我当时上有老下有小，家里没钱，也找不到工作，是他逼得我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。扫黑除恶的时候，他为了针对我，把我大哥弄进去，又在监狱里安排人手，让我大哥消失。现如今我好不容易把公司做到这么大，他居然又找您来害我。当然我知道领导咱俩之间没有过节，肯定是宋人头求着您办事，您考虑2家亲戚关系，耐不住他一直软磨硬泡，您才动手指头，让我不好过的，所以我就把他给关了起来，关几天，然后找人去收集了这些信息。但领导您评评理，宋人头这个人太记仇，太可怕了，他足足缠了我17年，一个人居然能拿17年去持续不断的报复别人，这难道不恐怖吗？要换作是您忍得了吗？我是真忍不了了。今天来找您就是想和您谈合作，我知道宋家有钱，看不上我这店，但是要我说，这个宋人头他就值这么多。宋家这么多优秀杰出的后辈，就出了他这么一个畜生，如果你们继续纵容他，迟早有一天他会拖垮你们全家。您也看到了，这个宋人头这些年来做过这么多坏事，要是曝光出去，宋家可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呢就想给您一个选择，一个能长期合作的朋友和一个败坏门风的亲戚，您选哪一个？宋丹明迟迟说不出话来，拿出了领导深思熟虑的做派。我告诉他，不管您选哪个，我都支持您。您要是选亲戚，我立刻让人把宋人头放了，但是相应的宋家其他人的安全，还有宋家的很多秘密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但是如果您选我这个朋友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，以后您说什么我听什么。但是宋人头的消失，他消不消失，我就交给您了。宋丹明满头汗，似乎在强烈的纠结中。宋人头是我大哥的儿子，您放心，这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全当宋人头失踪了，你大哥查不到，我这位兄弟业务熟练，您放心的选吧。他低头看着金条，默默合上标书，重新吸了一口气。这个徐运集团的整改做得很好，具体方案我要带回去研究，希望以后能建立长期的合作。我微笑点头，把通话开成了免提模式，然后对那头的刘峰说：听见没？领导发话了。紧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人挣扎求生的声音，大约持续了几分钟，没了动静，电话才挂断。谢谢领导栽培。说完我扬长而去。
宋人头消失后的几年，我一帆风顺，毕竟我掌握着宋丹民同意让我除掉宋人头的录音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个就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互相利用，谁也别想摆脱谁。有他给我一路开绿灯，我怎么能不顺？10几年后，我的产业遍布全国，身价更是上千亿。在我最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却把产业转让给了刘峰，只留下了一部分给岳父岳母，还有我的儿子。而徐运也是很争气，国外留学回来后，仅短短3年就将自己公司上市。未来几年，他的势头更是快要赶超了我一手创建的集团。2025年的除夕夜，硕大的客厅内热闹非凡，岳父岳母、刘峰、徐斌，还有我的儿子和他的女友，只有我独自一人坐在卧室里，带着当初青瓷织给我的围脖和手帕，抚摸着他的相片。青瓷，你让我做的一切，我都做到了。